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你看啊，在11月13号的时候，考选部发了一个这样的公告，行政学啊3等哦，只有3等的。如果你是考普考、考初等的，你就不用担心。3等的考试的行政学的科目将试行导入公务情境试题，然后他办了一个说明会。这个说明会呢，定在什么时候？定在12月19号星期五下午2点，在考试院，你个人的也可以去，但是它有限名额。这里面的关键，它是讲到了行政学的科目试行导入部分的公务情境试题，以选择题为主，是不是会采用这个试题，还要看各该考试的点试委员会，也就是说最后决定权在点试委员。那他又要试行导入，又说最后决定权，那到底要不要用不知道。所以呢，他会在这一个12月19号这一天呢，去说明整个试题的范例。所以这期节目呢，我就跟 AI 做了一些讨论，我们来试着来研究有可能会出什么样的东西哦。传统的公务员的考试里面都很理论啊，都是考知识，但是不知道他到底面临到复杂行政情境的决策能力，他能够怎么样应对？所以他觉得理论跟实务有落差啊，考试制度啊，都是选出学术型人才，他们需要能够应用的实务型的行政官。我们再看下一页，他说将行政学的抽象理论啊，对啊，就很抽象嘛，都是理论啊，什么学都很抽象，具体化于公务实务中的两难困境跟决策，旨在提升评量品质啊，这个都很官话。简单的说啊，你以前的读课本，他希望你现在呢能够有组织能力，学以致用。情境题锁定，他有讲3个核心，第一个是问题分析解决能力，第二个是行政伦理责任判断，第三个是协调能力。情境题大概会怎么出题啊？让大家知道，从明年的高考跟地特3等就会开始出现这个题目，试行1年之后再去评估以后要不要就这样用。所以大家是明年要考高考跟地特有行政学类科的人，25题里面可能出现3题，因为点试委员是守门员嘛，才知道你这个题目合不合理啊，怕他们出的乱七八糟啊，他们是最后的把关。做了一个表格，以前呢我们的试题啊，就是知识理解理论啊、概念啊，那以后呢就要希望可以有一些实际的应用，叫做测验题。那对于我们有什么影响？就是说从背诵转向分析判断，其实也不难，就有点像我们考刑法、考行政法，常会出现实例题，你要用实例的方向去应用这个行政学，不要只是背里面那些。那我就用 AI 请他来尝试，依照考选部的内容来提供给我们模拟的情境题，这个东西也是考选部所提供的，并不是我们自己凭空编出来的。第一个模拟的范例这个题目大概是这样：某市政府交通局回应市民对停车位不足的抱怨，决定试行智慧停车管理系统。此系统涉及跨部门协作。你作为交通局的专案负责人，发现资讯中心呢坚持采用一套比较旧的，但是成本比较低的技术。而这个标准呢，资讯中心就说这是符合政府采购法的效率跟预算的控制。如果你要用新的就是它有一个描述行政学中的组织理论与管理技术，你作为专案负责人，在资源受限、多方利益冲突下，应该采取哪一项行动最符合推动行政创新、最正确、最错的比较少的答案。第二个范例情境描述，你是某一个社福，你的单位呢收到一笔来自匿名慈善人士的大额捐款，指定用于某个特定弱势服务群的，只是你将这笔捐款的一部分用于支付办公室采购咖啡机、影印机的费用。理由是这个捐款没有受到严格限制，只能用于特定的服务，且优化办公环境，提高服务效率。但你知道这笔开支不属于该弱势族群服务的直接成本。好，情境问题，面对长官的指示与你判断之间的伦理冲突，行政伦理冲突，你应该要依循行政伦理跟公共责任，采取下列哪一个行动？然后一样，他会给你一些选项，所以有一点像阅读测验，给你一个情境，再问你一个问题，或者问你2个问题、3个问题，然后请你选出最正确的答案。如果照他给的这个范例模式来看的话，应该不是太难。我们就等未来明年要准备行政学，应该要注意哪些